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magicians. This is Eric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our CEO, Mr. Owen Tao from Beijing. Today is 28th of June, and as usual, we are shooting this June AMA with our CEO. So, per our good practice, we will have the quick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Owen will answer in Chinese, and this to enable him to answer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 more detailed manner, so as to benefit our audience, i.e. that's you. Okay, so without further ado,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e first question with Owen. So the question is from Jet and Deep One,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some possible innovations that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bring to the field of BCI? BCI stands for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And how do you see this technology evolving in the future? Owen, 麻烦交给你这边。首先就是对于脑机接口领域来说的话，区块链技术其实对这项技术的一个所提供的一个帮助，主要是在数据存储方面的。大家知道，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数据隐私越来越变得非常重要，对，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脑机接口，那么相当于是我们大脑里的数据。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有更高的一层的这个隐私的这种诉求，因为这个应该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是最隐私的这样一个数据。所以呢，对于传统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来说的话，区块链其实是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数据存储的一个方案。首先呢，分布式存储可以更加有效的让这些数据的隐私安全不被侵犯。同时，区块链本身呢，又可以为这些数据很好的去进行确权，从而呢去保证每个用户他通过脑机接口所获取到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以及他相应的所受到的一个保护。所以这是我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为脑机接口提供的最有力的一个补充吧。对，所以呢，就是在目前脑机接口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现在更多的是处于临床实验方面的一些伦理道德层面。当它真正上升到商用的时候，那么数据隐私保护将会成为它所面临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有了区块链技术的帮助，我相信脑机接口技术在未来商用阶段的这样一个发展可以免除掉很多问题，从而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健康的向下发展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好，谢谢 Owen。我有一点点补充，就是刚才 Owen 在说到就是隐私计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决定咱们 3.0 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会议，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隐私计算这个东西在 Web 3.0 里面的隐私计算。但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脑机接口跟这个 Web 3的这个关系会更加有这个创新性或者这个挑战性，我们选择这条道路去走。那这是第一个方面我想说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不久之前我们有一个AMA 是跟 Euromatrix 的这个 Jackson 去做的。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区块链或者是 AI 跟这个脑机或者是脑神经方面可以怎么去这个更加好的这个融合或者补充。那也可以去看回那一段的这个AMA 的这个视频。那第三点我想补充的是刚才陶总有提到过，就是一个隐私方面或者是跟区块链技术方面。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就强调一点，区块链技术方面它针对的是一个隐私，它不是针对一个所谓的这个匿名，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就是有这3点跟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那我也谢谢这个陶总刚才的这个关于隐私方面在这个方面区块链
跟脑神经方面可以怎么样去更加好的一个互补或者是补充的一个关系。好，那咱们接着就是到了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咱们的常客叫 Angel Murray 02这条问题是这样的 ：How doe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neural matrix and matrix AI network aim to revolutionize Web3 and metaverse sectors？ 好，欧文。好的。首先呢，就是最开始呢，我们目前想达成的目标，在我们过去半年的工作中，其实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有一些一点点的新增，也有一点点的调整。对，最初呢，我们就是选择与 Neural Matrix 合作，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脑接口来为每个用户在这个Web3或者是元宇宙世界中去创造一个我们叫做Avatar Intelligence 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种智能体吧。对，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就是如果是下一个时代是 Web3或者元宇宙的时代，那么对于一个用户来说，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有这样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一个人类，所以我们是不可能一直去生活在这个 Web3 世界或者元宇宙世界中的。那么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化身，它其实是可以代替我们一直在那个虚拟的世界中去生活的，去在那里面生活和工作，去创造价值。所以这样来说，因为我们如果是到了 Web3 和元宇宙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在那个世界去创造价值，而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可以帮助我们在那个世界中24小时不停的去创造价值。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到了那一个时代来说，更重要的是是一个人，因为那是一个纯数字的世界。就现在的世界来说的话，其实每个人所创造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完全取决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到了这个虚拟世界中，一个人他能获取到的数据和需要处理的数据绝对是非常海量的，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脑的这种工作方式可以处理掉的。对，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拿共识机制来说的话，如果一个完美的一个区块链上的共识机制，那么真的是需要每一个节点它去对每一次转账去进行这个决议和投票的。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你像每秒上万次、上10万次的这样一个并发，我们人脑绝对是处理不过来的。而我们的 Avatar Intelligence 它是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所以说呢，当有了 Avatar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基于这个脑电创造出来的这种智能之后呢，我们在元宇宙或者是 Web3 世界中去获取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能力将大大增强，这也大大提升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去生存的这样一个效率。对，那么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初衷，与 Neural Matrix 合作，我们打算在这个 Web3 和元宇宙世界中来做这些事情。那么随着我们的就是这半年来的工作吧，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对，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建立一个人通往 Web3 和元宇宙世界中的这样一个入口。对，现在大家都在看，其实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Web3 和元宇宙的入口了，用这种各种各样的 DID 的方式，包括也有人会使用到一些生物信息的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大家肯定看过很多科幻电影，大家也有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对于 Web3 和元宇宙来说，就是从大脑直接进入，因为电影这个 Matrix 就是这样演的嘛，而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直接用大脑去跟那个世界相连，肯定是我们目前人类的这个想象力范围内最佳的一个进入途径。对，所以通过脑机接口来进入那个世界，肯定是一个
就目前来看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应用场景。对，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与 Neuromatrix 合作，可以来打造一个就是基于个人脑神经的这样一个可以直接进入 Web3 或者元宇宙的这样一个入口。这是我们之前计划的一些工作和我们在最近半年工作中所发现的一些新的方向。谢谢陶总。那其实在，我们5月份的这个 AMA 里面，其实欧文也有跟大家提及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我们对项目的更深的这个了解，还有一些在实践方面的经验总结，我们会在这个6、7月份这个节点会做一些调整。那详细可以看5月份的这个 AMA。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会陆陆续续把这个阶段应该发布出去的这个东西发布给到大家有序的这样去做刚才有就是Owen 有提到过，就是第一点就是这个 Avatar 就是代替人类进入一个这个数据的这个世界，然后可以创造更加多的这个价值，因为毕竟人是在一个物理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这些 Avatar 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海量的这些数据，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增加更加多的这个做出一些贡献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从一个入口的这个一个点去做这个创新包括就是一个 DID 的这个方式，或者生物信息，就是我们这个脑电波方面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刚才欧文跟大家分享的关于 Angel Gray 那他的这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来自 Varun Bind 2那这个问题是ove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how do you see the market for AI avatars changing? So this is number one. Number two, what elements do you think will propel this market's growth, and what potential challenges must be overcome? Yeah, Owen, over to you. 好的。目前来看呢 ，Avatar Intelligence 的这个就是我们想创造的这个产品，它其实目前它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认为主要它可能会受到的推动力和阻碍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来推动这项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它主要受制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脑机接口，就是我们脑神经技术发展的一个速度。对，因为我们目前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芯片所采集到的这个数据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现在采用了一个非侵入式的这样一个方式。对，如果想获取到更多的数据呢，那肯定是可能会需要非侵入式科技的升级，或者是侵入式这样一个技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发展。对，所以呢首先呢就是这一项就是 Avatar Intelligence 它发展，首先它取决于脑神经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以及它发展的一个成熟的程度。对，然后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推动这个东西的市场的增长，其实就是 Avatar Intelligence 如果这项技术它可以商用的时候，那么推动它的增长其实取决于 Web3 和 Metaverse 的这个增长速度。对，因为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目前的这项技术，它未来我们使用场景就是 Web3 和元宇宙。那么我们目标市场如果它增长的越快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项技术它的这个发展其实是更加有利的。那么一些所谓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潜在挑战是这样的。首先刚才我提到了第一个潜在挑战呢，就是这项技术的就是脑神经技术的这个它的发展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在未来的时间内什么时候会迎来它的这个起点，迎来爆炸式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当这项技术去进入商用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包括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方面的问题。对，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相应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是秉承我们的一贯的这个原则，在保证用户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来有条不紊的推动的工作。那么在未来如果是面临的任何的这种法律法规和这个监管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是积极去拥抱他们，然后让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发展。塔总说的非常好，就是在合乎法，就是compliance 这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 Owen 也提到过，就是关于一些伦理啊、法律方面的。那其实这个在咱们之前有一个 AMA 也是跟 Jackson 也就是 Neural Matrix 方面他也提到过这些挑战性在哪所以也可以再看回那个关于就是 Neuroscience 的这个AMA， 可以在里面再去获得更加多的资讯。那我在这里想要补充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创新、非常有远见的这个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具备有就是创新性的东西，它都具备一定的这个风险。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风险呢？那从技术上面来说，我们就是跟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合作伙伴，也就是 Neural Matrix 去合作，然后把这个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 learning curve 去加快这样子那其实刚才 Owen 也提到过，就是入侵式跟非入侵式的。那从目前的这个宏观环境来说，我们是用这个非入侵式的去做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以后我们有这个技术积累去做侵入式的这个尝试。那目前就是我们以最就是安全的可操作性的方面做这个非侵入式的这个尝试。那这是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个东西，那大家拭目以待。OK， 那 Owen， 那我们接着第4条问题哈。这是第4条问题是星哈利亚971问题是 Can you go over some of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AI avatar outside the realm of entertainment？ 就是除了娱乐以外这个 AI avatar 还有什么潜在的这个应用场景这是第1条问题第二条问题是what potential applications do you see for these avatars in fields like healthcare, education or finance？ 那其实这第2条问题他已经就是在解答了第1条问题，所以Owen 也请你就是回答一下，回应一下。对，在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创造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呢，其实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这个去做娱乐相关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提升用户在这个 Web3 或者是元宇宙中的一个生存效率，对，创造价值的效率，就是第一可以延长大家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时长。第二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助手，去有效的提升用户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获取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这样一个能力，从而提升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生存和创造价值的效率。所以这是我们创造我们希望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它未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你提到的这几个领域呢，首先对于医疗来说，就是脑机接口，就是这个目前在医疗方面会有比较广泛的应用，但它并不是指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本身然后另外对于教育和金融，我觉得是这样，就以教育为例吧。如果你是一个教育从业者，对，医疗我打算再重新说一下。那么是这样，就是其实未来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对，你可以来创造自己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它其实是可以替你在元宇宙中去给其他的用户提供一些指定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医疗咨询服务的。其实现在 AI 在这个医疗范围内其实用得越来越多，但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一些这个
伦理道德问题，比如说这个如果是 AI 的一些判断失误，它如何去界定相应的责任，都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 AI 在医疗方面使用的一些呃，就是受到一些阻碍吧。那么Avatar Intelligence 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它在一定的受限的范围内来代替医生给患者提供一些治疗和咨询服务。那么当然这些是一些不会产生一些非常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些诊疗方面。那么同时呢，它其实可以有效提升医生的一些效率，那么可以主要是来帮患者去解答一些问题。对，那么如果是真正的需要这个非常准确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那么可能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肯定是还是需要医生本人来给你一个确定答复的。对，这是我能想到的，可能在医疗方面来提升的一些提升效率的一些应用吧。然后对于教育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其实教育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伦理道德问题。其实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 Avatar Intelligence 去，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可以让你的 Avatar Intelligence 它自己去替你上课，对吧？它可以去替你说话，替你表达。那么你可能从传统的1对1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中，可能加上 Avatar Intelligence 的之后，你可能可以同时1对多、1对10、1对100，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对于金融这个行业来说的话，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最早提到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它最重要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功能，就是首先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设计 Avatar Intelligence 其实是希望提供用户在虚拟世界中的获取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能力。其实对于金融领域来说的话，获取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对于金融领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所以一旦你有更强的能力去更快、更多的获取到信息，同时可以更快、更准确的处理这些信息，那么其实对于金融来说，你的投资、你的决策、你的反应速度都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对，这是我想到的一些情况吧。那非常有趣啊。那这个问题我就不做总结啊。那下一个问题是从 Dripping Icebox 来的他这个问题有几条问题麻烦Owen就是听清楚啊。那第一个问题是when will the brainwave collection devices or the chip become available to regular users？第二条问题 ，How useful will they be in everyday life？ 第三条问题 ，What functions will it perform？ 然后第四条问题 ，Will there be device testing？ 有没有做到时候会不会做测试呢？然后他希望能够参加就是这样子。好，陶总。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用的还是这个原型机，就是我们还没有去开始去做这样一个商用化的版本。对，因为目前的这个原型机，它其实使用起来是有一些麻烦的。对，因为它上面会使用到一些就是医用上面的一些这种一次性的机电传导芯片，所以呢，就是目前每次你去佩戴或就是佩戴的时候，你都需要使用一个一次性的耗材。这个如果是对于用户日常使用来说的话，它就是显得会比较麻烦。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未来的话，我们会出一个商用的版本。那么这个商用的版本其实跟你看到的像苹果最近出的这个眼镜一样，或者是之前 Google Glasses 一样，它是一个日常的可穿戴的设备。对，它是一个日常可穿戴设备，里边我们会让它不会去涉及到一些一次性的耗材，这样用户他用起来其实就是像一个头环一样戴在头上。其实之前可能社区看到过我就是佩戴这个一些就是我们希望做的这个外形的一些尝试的一些照片。
对，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版本我们才会去向普通用户去提供。对，现在的原型机普通用户用起来其实，第一门槛有些高，第二用起来会比较麻烦。嗯，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会有哪些用途？就是除了在元宇宙之外呢，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设备呢，它其实可以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目前可能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应用，它比如说可以，去有可能的啊，比如说有可能去改善用户的一些睡眠质量，有可能去帮助用户来提供注意力，它里边是可以有达到一些这种训练的这种效果。这个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实验是可以达成的。然后再比如说去改善用户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平稳程度，对，这个我们目前是可以用的。当然，它未来这个东西完全实现，就是到商业化那步之后，除了这些，它可能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有意思我能想到的啊，就是在这当中呢，比如说我可以带上这个东西，我可以用脑电，就是我的意念，所谓用意念去控制这个开灯关灯啊，对，就是我们未来会有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演示，那么它其实就成为家里的整个物联网的一个中枢的一个指挥系统，它可以去，我相信它应该可以做到，可以来，比如说开关电视、开关空调，这些应该是可以做到的。那么除了刚才我提到它可以去提升睡眠、注意力这些之外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当然，我相信大家如果未来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拿到这个东西，大家肯定可以发挥想象力去，开发它更多的用途。对，嗯然后至于这个设备测试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商用前的话，肯定是会做相应的设备测试的。那么我们也愿意就是给一些这个我们的社区的用户来寄送我们的最初的这样一个样机啊。那对，那么您提出你非常乐意参加，我们也非常感谢你有这样的兴趣，好吧？嗯好，谢谢。 ，OK，everything is about timing. So 会到那里的，所以这个stay tuned 谢谢。下一个问题是 Jerry FX5 would users be able to create or customize their own digital avatar in the metaverse? What are the basic devices which will be used to integrate, connect deep brain signals to receive the AVI data? Yes, Owen.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对，目前我们用来，对，目前我们并没有选择去连接大脑的深层信号。对，因为现在去连接大脑的深层信号，它其实这项技术还并没有，非常的成熟。对，所以我们现在是采用了一个非侵入式的，这种设备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目前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它上面主要会包含几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它首先有一个采集的芯片，这个芯片用来采集我们大脑里所传出来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之外呢，我们还会用到的就是一个机电采电，就我们可以叫脑电或者机电，就是我们采集生物电的这样一个传输装置，它通过与我们的这个大脑连接，把这个数据传输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芯片中去。那么最后它还需要有一个无线的模块，目前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蓝牙的模块。那么我们采集到了这个数据之后，经过芯片的处理，再把它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设备上去。我们现在比如说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去，对。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基本设备是这样一套东西。它目前看来还就是因为它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嘛，就是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这种工业化的设计，所以看上去还是比较简陋。但未来就是经过这个工业化设计之后，它其实核心包含的也还是这几个主要的部分。对，那么基于这个设备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我再跟大家纠正一个词，就是我们要创造的是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它其实是我们希望创造的是一个我们
个人智能在那边的一个分身。所谓的个人智能的一个分身呢，它未必要有一个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个形象在那里，它其实是一段程序，对，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所代表的一个程序。那么我们希望它可以达到的功能包括，就是它可以像我们一样的去思考，它可以与我们有非常非常一致的价值观，对，这是我们最希望它去达到的。然后，但是它与我们不同的是，它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所以呢，在算力支持下，它会有更强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获取数据的能力。所以呢，成为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助手。就我们在或者不在的时候，它都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在虚拟世界中去生存。好，之后呢，就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希望用户他可以自己来在这个元宇宙中，或者是在 Web3 中去创造自己的这样一个 Avatar Intelligence，这是我们3.0最重要的一个目标。OK， 谢谢 Owen。那其实针对就是 create 或者 customize avatar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具可以做这个东西，包括比如就是很热门的 Midjourney， 那你可以在里面去生成你自己的这个 avatar， 去做不同的这个调整，然后把这个 avatar 放在不同的这个应用里面去。那这个是已经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尤其是在 Intelligence 这一块。那这个 Intelligence 从什么地方来？就从人那边来这个是更加困难的事情，那也是最有价值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OK， 下一个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UGUCICEK48。OK，could you briefly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 about Morpheus? You mentioned that it will be released in 3 months. So how is the progress? Yeah. 好的，就是我先更正一下，我之前说的它并不是在3个月后去 release，我是说我们在3个月后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对，我们对，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创造 Morpheus 的这个初衷和 ChatGPT 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些目前 OpenAI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大语言模型，我们创造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创造 Morpheus 呢，其实并不是想去给大家提供一个类似于 ChatGPT 或者是 Bart 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对，我们创造 Morpheus 的目标呢，其实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就是Avatar Intelligence 它做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我之前也提到了，就是目前我们不能采用侵入式的方式来做我们的 Avatar Intelligence，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是非侵入式的。但非侵入式呢，我们采集到的数据目前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一些 AI 工具的帮助，来帮用户更好的创造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对，这是我们创造 Morpheus 的一个初衷。当然 Morpheus 它在后面它也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就是它里面其实也用到了 Morpheus 的一些功能。这是我们创造 Morpheus 的这样一个目标。然后目前我们 Morpheus 我们对 Morpheus 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目标和要求的。目前我们 Morpheus 它就是完成度就是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这个程度。对，所以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呢，就是下次升级之后，它跟这次最大的差异是，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所以呢，它对于这样一个网络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它会有多少个参数。对，下一次升级的参数的总量会比这一次提升，我们期望可能大概会提升100%到200%左右。所以它对于目前的这个版本来说的话，它肯定在于这个反应上、这个智能程度上，包括它的功能上，都应该会比现在的这个
前一阵开放测试这个版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对，然后当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就是我们对目前的这个版本，当我们觉得比较满意，它可以比较有效的来处理用户的数据之后，我们再会基于现在这个就那个版本的 Morpheus， 我们会再进行下一步的开放，就是开始让它去通过跟用户的对话来学习用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思维方式、决策方式，就是我在什么情况会怎么样做，然后我说话或者行为的一些特点是什么。那么这个将成为用户他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的这个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就是从现在起到下一个阶段的，就也可能3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目前的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提升整个 Morpheus 网络的这样一个可调用的这个参数，那么来提升它的性能。然后当那个性能我们再测试，我们觉得非常满意之后，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就是让用户通过与 Morpheus 去对话，然后来创造自己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的一个程序中的一些核心模块吧，大概是这样。谢谢 Owen。其实再补充就是Morpheus 的后面的这个大脑就是Professor Deng。那我们会邀请就是Professor Deng 去就是撰写一篇文章，然后去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Morpheus 这一块，尤其是在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些概念，他会在这个文章里面去细数给到大家，让大家更加了解就是 Morpheus 的一些具体性的一些东西。那具体就是发布日期我们要等就是收集邓老师的这个文章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去公布。OK， 好Owen，咱们还有最后一条问题。那这条问题是比较长的，一共含有5条问题。那这5条问题里面呢，有2条是跟 Matrix 1.0还有 Matrix 2.0有关系的。那咱们就不在这里去做解答因为咱们已经有很多的文章是关于这一块的。那第3个这个小问题是这个 3.0 里面关于脑神经这些东西。那刚才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欧文也已经有回答了。那第10条问题就是关于是这个交易的这个速度 TPS 大概是到12500这样的一个 TPS。 那这个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这个 TPS。 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能够容许到这么快的一个交易的这个数量呢？麻烦你说一下。好的。首先呢，就是其实就是决定一个区块链网络它的交易速度。其实决定这个速度最重要的其实是2个原因，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我先说外因吧。外因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发展速度，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了更好的处理器，我们整个世界的这个网络带宽是不是在提升。对，其实如果是全世界的这个网络带宽它变成一个没有上限的状态下的话，其实即使是比特币网络交易起来也是会非常快的。对，那这个是外因。那么这个外因并不是能由我们来左右的，就是那么它也是会随着这个世界科技的发展逐步向前推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区块链的网络它都会变得越来越快，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在变得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其实就是内因。对于任何一个区块链网络来说，它决定它交易速度的内因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共识机制，就是它的共识机制。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共识机制的时候呢，其实也对像比特币、像这个以太坊，包括这个 EOS， 我们都做了一些参考。对，我们思考了它们中有哪些好的或者不好的这样一些元素，所以我们来做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共识机制。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共识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混合型的共识机制。
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在你不同的角色去在这里面去担任一些不同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最底层采用的是一个 POW 的加 POS 的这样一个共识机制，DPoS 的这样一个共识机制。首先 POW 对于整个网络来说是会更加安全的。对，目前来看，比特币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就没有之一啊。对，但是比特币它的问题就是说，它一个速度慢嘛，第二它会浪费很多资源。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用比特币的这个 POW 去融合了这个DPoS 的这样一个共识机制。那么我们通过来选举一些节点来进行这样一个 POW 的计算。那么这样它其实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它可以有效的去释放这个整个网络的这个计算能力，那这也是 Manta 的一个基础嘛。对，它可以节省很多的计算资源以及这样的一些能源的资源，把它们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来说，这其实对比特币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嘛。然后之后呢，加入 DPoS 之后呢，整个网络它其实速度会比之前提升很多。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跟传统的这个 DPoS 的方式也有点不同，我们采用了一个叫做随机聚类算法的这样一个方式来选举节点。那么用这个方式来选举节点呢，它的选举过程会比以前来说更加安全。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这个选举过程也可以有效的，就是因为目前的共识机制的情况下，并不是我们用户去投票，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选出来这个节点是不是能代表我的一个个人利益。所以这个聚类算法呢，它可以把一些在链上的这个行为比较一致的这个节点，把它们用这种方式去归类，再从中去选出对于他们来说，去随机选出这样一个节点来。那么其实从这角度说，它可以在人不干预的情况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代表这些被选这个选民们的这样一个意愿吧。对，可以有效的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同时这样一个选举机制呢，就是基于这个算法的话，因为我们把这个叫做这个行为比较一致的节点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些节点之间的通信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好。所以这种角度来说，它既能有效节省资源，第二呢，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安全性，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有效的提升这样一个速度。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设计呢，就是我们把整个网络中的出块与打包的工作进行了分割。那么 Miner 负责出块，那么这个 Delegator 的这些 Node 负责这个打包。那么这个也可以有效的来提升整个网络的运营速度，因为这样大家就各司其职嘛，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让某一些节点来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对 Delegator 它的一些这个包括硬件啊各方面也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所以呢也提升了这个它在打包之后的这样一个广播速度。所以是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更好的提升速度，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 TPS 可以达到这个10000以上嘛。对，那么这样一个交易速度，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区块链平台来说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其实大家在前几年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区块链游戏，对，其实很多区块链游戏它的现在又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原因其实就是说之前的游戏它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游戏，原因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制于这个区块链平台的这样一个性能。对，如果其实目前的这样一个交易速度对于我们来说呢，它还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它目前的这个速度可能大概是我们可以达到 Visa 它最高并发量的1/2或者1/3的这样一个水平。对，但是对于一般程度的商用来说的话，已经是我认为是比较 OK 了。那么所以性能是所有区块链平台它的未来商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指标。对，有一个比较好的性能，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商用的体验。那么就是所以我们在第 1.0 的时候，我们先来提升整个区块链平台的性能，到2.0的时候再用区块链平台的这种方式去
创建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就跟我们打算发展一个城市的经济的情况下，肯定是先把它的这个路，把它的交通搞好。对，我认为是同样的原理啊，这是我的观点。OK，他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IPFS 跟咱们之间怎么样去做这个结合，怎么样帮助到咱们啊？这是今天 AMA 的最后一个问题。对这个，因为我们是打算所有的，就是我们创造区块链的世界，这个平台，其实我们是未来是希望去基于它去打造各种各样的去中心化的应用。对，现在其实有一些这种所谓基于区块链的应用，他们的数据还是中心化的。其实这样的来说的话，我们并不能把它们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去中心化应用，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虽然你看上去它也，比如说我有些数据记录在链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呢，它并不能说完美的解决了一些，比如说像用户数据安全隐私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把 IPFS 集成在 Matrix 上。集成在 Matrix 上之后呢，其实如果你在用，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我们其实在链上是有一些这种应用，你去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我们之前有这个像这个像 Manus 里边也有，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帮我们去做诊断的一些这个 demo， 包括就是体态识别这些应用，你去上传的时候，你的这些图片都是存在这个分布式存储上的，所以用户你并不需要去担心我的数据存在某一个节点上之后被这个节点拿走的这样一个问题。对，而且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的话，人工智能发展它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对，这是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原料。如果我们不能保证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那么其实我们想创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其实就是不现实。而且对于 3.0 来说，我最开始也提到了，对于 3.0，就是我们未来大脑里的数据，其实它需要更高规格的这个隐私保护。那么分布式存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基础条件。对，所以我们选择把 IPFS 整合到 Matrix 网络里来。其实我们也并不想，就我们初衷并不是想一直是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分布式存储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目前来看，市面上的几个这个分布式存储，他们的目前还并不能达到我们希望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把这个数据的存储放在我们自己链上，当然是采用 IPFS 来做的。到未来如果是分布式存储的其他的生态有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愿意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我们链上的这个存储去迁移到外面一些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上去。所以毕竟这个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第一就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第二的话，我相信这个成本上也是更优化的。好的，谢谢 Owen。最后一条问题是我自己问 Owen 的问题。那在今天的一系列问题里面麻烦 Owen 选一条你觉得最有前瞻性或者最有启发性的这个问题，是刚才的哪一个问题？最有前瞻性、最有启发性，我想想啊，我觉得，这样吧，我觉得是这个Synchronious 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讨论到这个Alpha Intelligence 在娱乐之外的一些潜在应用吧。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更多的去考虑这项我们所做出的这个技术在某一些领域上的特殊应用。对，比如说医疗、教育、金融，这个我们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去讨论，就是它在某些领域中的应用是什么样的。对，我们只是说给用户提供一个工具，让它具有更强的这种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这样一个能力。对，所以就是今天这个问题，它其实让我去更多的思考了一下它在一些垂直领域中的一些使用。OK， 好的。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
咱们每一条就是选中的这个问题，咱们都有一定量的这个奖励给到这些提问的人。那针对这个比较特别有启发的，我们会有在多一些的这个奖励给到这位提问的这些人。OK，那谢谢今天Owen 给大家的分享的这些资料，也谢谢 Owen 在这么忙碌的这个时间表里面给出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给到咱们去这个回应社区的一些问题。OK，那在下一个月我们会再有另外一个这个 AMA， 那期待再跟大家再分享更加多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成果OK，那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谢谢，拜拜。OK，拜拜。